什么？志强他偷偷跑了？真的很抱歉，早上他出来散步的时候，我们一时没看住，他就跑了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去找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找回来的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什么叫不用担心？志强他那么瘦弱，腿脚又不方便，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？他的脚不是还没好吗？怎么能跑出去呢？他的支架和铁鞋在裤子里，所以外表看不大出来。不过他复健的情况不大好，恐怕也跑不了多远。其实志强最近的想法一直特别消沉，他总是往坏的地方想，还很多次怕拖累我们。我怕他会……不会的，志强绝对不会做傻事的。医生，志强往哪一个方向跑了？我去找他，你们也赶快去找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把他找回来的。医生，已经找到方志强了，但是他不肯回来，我们劝不动他。什么？方志强，别再喝了，那边危险，快点过来！还喝酒？方太太，那里很危险，令郎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万一受到刺激，很有可能发生危险的。让我和志强讲话。志强，志强，你快回来，那里危险啊！志强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话要跟妈妈说？妈来了。你不是我妈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妈，你就不懂我心里有多痛。我看你什么都不懂。是，我不是你的亲妈，但是我从小把你养大。难道我不疼你吗？还是我做的不够好啊？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再听。你疼我，但是你不是真心的。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亲生孩子一样疼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不会把我丢到疗养院，不管不问。我在你心里面，我在你心里面根本什么都不是。我有多痛苦，你根本就不能体会。志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妈是为了你好，才把你送到疗养院的。她为你做了那么多盘算，你以后的生活她都为你想好了。我不稀罕，我不稀罕她为我盘算。好，我问你，什么样的妈能抛下自己的孩子不管？啊？亲妈不会，但是她就会，因为她就是后妈，所以她才这么平静。我不要，我要一个真正疼我、能够理解我的亲妈，能陪着我一起哭，一起笑。永远不会抛弃我。你们都别拦着我！坐在那边的那个是我的儿子，我要跟他说话，我要跟他说话，放开我！志强，你别过来！我不要听你说话，你走开！志强，我不要看到你！你走开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不想看到你！小心啊，志强！你走开！你不走是吗？我走！不要！走！不要！志强！啊，志强！志强！志强！拿住妈的手！志强！
你没事吧？志强，没事吧？啊？有没有伤到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干嘛不让我跳下去，一了百了啊？我就可以上天去找我的亲生爸妈了。我不稀罕你救我，我不稀罕。你不稀罕，你没有资格不稀罕。就算你不稀罕，也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。是，我不是你的亲妈，可是我替你妈打你。是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的亲妈，因为我不是，我是你的后妈。我再怎么疼你、爱你，我们都有一层隔阂。但是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已经用全部的心力去对你好。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是，也许我永远都不能体会一个亲妈是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，因为我的孩子没了。我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体会那种感觉。我现在只想你能健康快乐，好好的过日子。我看到你生病，我心里难受，我恨不得替你病。只要你能好起来，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，再多的钱我也愿意出。哪怕现在让我的店从头来过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这还不够吗？一个后妈能给的，难道真的不如一个亲妈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你们的亲妈，我再怎么努力，也代替不了她的位置。我只是希望我能好好的照顾你们，让你们平安幸福的过一辈子。我的愿望就只有这个。妈，方太太，这一次真的很抱歉，不过我们保证会加强看护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，您就放心吧。方太太，您自己也受了伤，要好好处理一下。真没事的，我这只是皮肉伤，没关系的。对了，医生，志强他现在情况有没有好转？他的脚会不会继续萎缩？还有没有办法治好？方太太，像令郎这种病情，其实现在主要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进行复健。如果病人不肯好好配合的话，就算医院给予全力的协助，情况也很难有所改善。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，令郎恐怕真的要坐轮椅了。妈，志强现在醉成这样，您说什么也没有用的。您先回去休息，改天再好好劝劝他，好吗？
妈，您擦个药，换件衣服，快先去歇着吧。您都累了一天了。来，这位美君，你们来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说说今天的事吧。爸妈，你们的仇敌铁雄今天伏法了，你们的公道终于讨回来了。志强在治病，所以没有办法来跟你们说。希望你们在天之灵能够安息，把一切都放下，不要再有牵挂了。妈，不跟爸妈说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春云，你别想太多了。志强总有一天会懂事的。陈师傅，麻烦你了，你辛苦了一天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送你出去。哦，志文啊，你们俩就不用送了。好。走吧。春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虽然铁雄已经伏法了，但我还是担心彩云姐和郑龙，我怕他们不会安安分分的过日子，步上铁雄的后路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一想起郑龙还有美君，我的心就乱。你不打算告诉美君，那个追她的年轻人就是郑龙？可是，我看这事瞒不了多久的。志文说了，美君和郑龙已经开始交往了。我真的不知道美君是怎么想的。这一切最好到现在就打住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我绝对不能让美君知道，就当这个事情从没有发生过。啊，春云，今天志强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只是不懂事，将来他会了解你对他们的真心真意的。是吗？就算他们了解我的真心真意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今天才知道，他们没有真心真意的认我这个妈。到底谁会来体谅我这个当后妈的心呢？我知道，他们没了父母，希望有人能视他们为己出。但是我也没了孩子，我也需要有人真心真意认我这个妈。我的心也是肉做的，现在志强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，难道我的心就不会疼吗？天下父母心，孩子们懂得几分。春云，你也累了吧？妈，你说的对，做后妈的再怎么努力养别人的孩子，总是无法替代亲妈的感情。到头来，我还是个外人。
始终不是我的家，我永远都是个外人。进来吧。妈，我给你倒了杯茶，你一会儿睡得安稳些。谢谢。妈，刚才志强说那些话，您别……当然不会了，我怎么会跟孩子们计较呢？其实你也大不了我们多少岁。妈，有时我挺替你不值的。你说你还年轻，却为了我们3个不是自己生的孩子，做牛做马，你心里就不觉得别扭吗？你就没有想过把我们丢下一走了之吗？这个我倒真没有想过。既然遇上了，这都是我自愿的，我还能怨谁呢？我想你已经不记得了。小的时候，你刚刚会走路，你就来过我们赵家。那个时候浩明在跟我爸谈事，我就带你去花园里面玩。你还喊了我一声妈，我开心极了。虽然那时候我也是个小孩子，真没想到，到了今天，我却真的成了你的妈妈。我想，这也是缘分。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。我现在是你们几个的后妈，上天给我这个使命，我就得接受。我会尽量把它做好。要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还请你们多多担待。这一切是我应该为冯家做的。妈，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房休息吧。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那你也早点歇着。舅舅，抱歉，我不能接你回来。这里毕竟是方家，不是我的家。到头来，我就和妈一样，什么都没有，只落得自己一个人。慢用啊，有需要再叫我。好，谢谢。志文，今天陈师傅要带徒弟们来这里吃饭，听说是他的徒弟得了什么武术冠军，你呀要帮他弄得体面点，好让他有面子，知道吗？对了，包厢都弄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而且几道菜都是美军拿手的。好。都给我滚出去！你们又想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啊！干什么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3方自来大便，有什么目的？到底有没有王法？对呀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不要觉得我们方俊好欺负，你就一直欺负我们。我们也不是好惹的。龙哥，老板娘，这店你别开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方记要关门了。
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？你把这家店关了，从此以后，无忌那店面的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家店，你想要转给谁都可以，和你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龙哥，你怎么能和我妈妈这么说话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美君，你被他骗了，他舅妈妈和你都是做做样子，其实砸店的人就是他带来的。龙哥，你为什么带人来砸店呀？为什么？铁雄，春雨，10年不见了，你我10年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不可能的，我们亲眼见过你的尸体，我们亲眼见到你死了的。10年前的铁雄的确死了，不然的话，怎么销案呢？现在的我清清白白，没有任何人能奈何得了我。铁雄，难道你当年真的找了替死鬼？春雨，你只要知道，在警察的档案里，铁雄的确死了。即便我长得像铁雄，警察不可能再杀我一次吧？再者说了，还有郑龙在保护我呢。你这个卑鄙的畜生，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脱逃！混蛋！找死，小兔崽子！刚才铁雄管你叫什么？你是郑龙。你说话呀！你是替铁雄做事的郑龙吗？原来你一直都在替铁雄做事情，你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们，你也骗了我，你也骗了我。美君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郑龙了，他现在只会替铁雄办事，替他去打打杀杀。春雨，我们10年不见了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是，方浩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，都自立了，你不用再养活他们一辈子了。我没有养他们一辈子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是相依为命，相互扶持过来的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反正方浩民的孩子不再由你负责了。走，跟我回家。铁雄，难道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以为我会跟你走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。你给我滚，滚得远远的！春云，我以前一直在纵容你，耽误了你的青春。现在不会了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你这个杀人犯，你休想带走我妈！谁敢挡着我带走春云，我给他好看。志伟，别打他！你别打他！志伟，我打！放开我！走！你放开！起来！
你放手！陈师傅，铁雄，你没死？是的，铁雄根本没有死，死的只是他的替身。他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。铁雄，你实在是太阴险了！你果然诡计多端。放开春云！哼，陈耀武，10年不见了，还是这样的暴脾气啊！哼，春云是我媳妇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她。如果谁敢拦着，我就弄死他。春云根本就不是你媳妇，这有我在，你休想把她带走。今天，我们就看看谁先死在这儿。义父，我看我们快走吧，否则我们的人会被抓的。走开！好啊，春云，我再给你几天考虑，想好了去找我。陈师傅，陈师傅，跟我走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样？哥，你没事吧？志文，你伤得这么重，要在医院多住几天，你千万要注意啊！铁雄没死，太可恶了！他竟然用这种方法脱逃！我要去找他，我不甘心呐！我也是做梦都没想到，铁雄居然变得更狡猾、更可恶，手段更残忍了。志文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找铁雄，我要找他报仇！志文，你被打成这个样子了，现在去找他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没这种道理啊！没这种道理，天下没这种道理的。铁雄竟然能逍遥法外，他杀了那么多人都不用偿命。我要跟他同归于尽，我不能让他成为咱们封建的噩梦。志文，别冲动，你忘了吗？现在不单只有恶棍铁雄一个人，还有郑龙他，也成了铁雄的爪牙，我们轻易对付不了他们的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跟当年浩明被他们打的时候一样。难道你想跟你爸爸一样，死得那么不值得吗？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？就看他那么得意，继续逍遥法外吧。一定有办法治他的，但是硬碰硬不行。志文，你先冷静下来。是啊，志文，你先别冲动好吗？你在这里好好休养，店里的事情你先别管了，好好养伤。春云，我会多派点人来保护你们，不会让铁雄再有机会踏进方济或是方家一步的。谢谢你，陈师傅。
把钱送到王大成家里，说人已经安葬好了，告诉他们以后不许再提这事。是。真是太好了，春云这个傻丫头，还不知道熊爷找了个替死鬼。现在人死了，警方也销案了，往后熊爷就能光明正大的出来做事，不用怕人刁难。熊爷，熊爷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不是去砸方剂，让他们安分些，以后不要再跟我们争无忌了吗？难不成又是陈耀武，赵春云的姘头？有他给撑腰，赵春云还真是威风啊！妈，闭上你的嘴！什么春云的姘头啊？你说我是乌龟了啊？他本来就是赵春云的姘头，他成天黏着他，跟进跟出的，不是姘头能是什么？你以为赵春云10年来没有一个男人吗？义父，求你了，别再打了，我妈不是故意的。不许你这样说春云，她是我媳妇。10年前，她因为嫉妒你，才一气之下离开了我。10年以后，她后悔了。想找个台阶下回到我身边，怎么了？啊！你这样说他不守妇道，小心我弄死你！妈，原来你去方剂不是砸店，是找赵春云。10年了，你对他还不死心？你还没有忘记他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没有忘记他，又怎么了？她是我媳妇，她回到我身边不可以吗？如果不是10年前你死缠烂打的跟着我的话，春云早回到我的身边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非要赵春云？方浩明也非要赵春云？他到底有什么好，可以让你们这么抢破头啊？你这个臭女人，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为什么你非要赵春云？方浩明也非要赵春云？他到底有什么好，可以让你们这么抢破头啊？你这个臭女人，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这个臭女人！你这死丫头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连你也在暗地里笑我是不是？没有。你走，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。美君，餐厅是做不下去了，我们必须另外想想办法。我想，要不我们举家搬走，到铁雄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安定下来，或许是个法子。美君，你觉得呢？美君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早就知道他是正龙，对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也是无意中知道的。我是怕你知道了之后会难过。我早晚会知道的吧。我真的是很可笑，明明知道彩云阿姨带着正龙跟铁雄远走高飞了，我还是会被正龙骗。我怎么就这么傻呀？你别这么说，
你一点都不傻。如果他是刻意想回来骗你的话，谁也躲不了。不是的，我就是很傻，我就是很可怜，所以郑龙他才会这么骗我，他才会把我当小丑一样。我的人生是不是挺可悲的？我从小就在厨房里帮忙，我的生活就是从家里再到餐厅的厨房，我每天只有做菜，我对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一无所知，所以别人说什么我都会相信。我除了做菜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。美君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看不起自己呢？可事实就是这样的呀，我每天的人生都在这些锅碗瓢盆里。对，然后你要再给我找一个婆家，让我嫁了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嫁了。于是我还是每天都做菜，是吗？我不喜欢这样的人生，我讨厌这样的人生。我想要改变，可是还是会一直都被别人骗。我的人生怎么会这么可怜，这么可笑呢？美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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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管我，你别来烦我！对不起，是我耽误了你们的青春。我只是一心想把店做好，可是我没有顾及到你们的感受。美君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后妈，我忽略了你们孩子们的感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志强恨我，志文为了我差点送命，美君也怪我耽误了他的人生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是一个这么差劲的后妈？我已经很努力，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做呀？浩明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照顾好你的孩子，求抱歉，我做不来，我真的做不来，我害惨了你们一家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当初认命嫁给天雄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都是我害的。铁平，不要，不要，妈妈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铁平，
你醒了。外面这么大的雨，又湿又冷的，你怎么会昏倒在路上呢？阿姨不把你抱回来的话，你就冻死了。饿不饿？阿姨煮了些面给你吃，来。慢点吃啊，小心烫。不烫，再烫我也吃，再烫我也吃。要是你喜欢的话，阿姨就去煮。你爱吃多少我就煮多少啊。阿姨，谢谢你。别谢了，来吃吧。如果他是窒息，那我现在就在为自己的孩子吃饭。如果他是我的孩子，那我就是他的亲妈。我只要以最平常的心态去照顾他，让他吃饱穿暖。在他不乖的时候，教训教训他，一面教训，一面把最好的菜夹给他。我不用计较要对他多好才对得起妈妈这个身份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就这样开开心心、简简单单的和他过日子。原来，这就是养育亲生孩子的幸福。彩云成天虐待这个孩子，我在方家的责任也了了，为什么我不干脆带着铁平远走高飞？就我们两个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呢？如果铁平真是我的女儿，那该多好！对，也许我可以带她走，不再回来。也许这是个好办法。如果任由彩云继续虐待铁平的话，这孩子迟早会死在她的手里。我得好好想想才行。对，我还有些钱，明天一早我就拿上钱和首饰，带上妈的牌位，去找舅舅。我们离开这里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铁兄找不到我的话，也就不会再来方家找麻烦了。铁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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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，小姐？请问有没有见到跟我住在一起的小女孩啊？她是不是这么高、瘦瘦的一个小姑娘？是啊。啊，她走了。谢谢啊。啊。
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子，长得瘦瘦小小的，身上穿着破破旧旧的衣服？没有没有，谢谢。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啊？不知道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子啊？没看见。铁平上哪儿去了？难道他回到虐待他的那个地方去了吗？铁平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傻啊！铁平会上哪儿去？他真的回到彩云姐那儿去了？对，那是他的家，他有自己的爸妈，我有什么资格管他？我竟然想带他远走高飞，我是不是疯了？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浩明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心好痛，你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浩明。我昨天晚上跑出去，一个晚上没回来。妈妈知道了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怎么办？要是我逃走了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又是个小孩子，我一定会死掉的。铁平，你没事吧？哥哥，哥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我昨天一晚上没有回家，要是妈妈知道了，真会打死我的。我好害怕，哥。你放心吧，昨晚妈喝多了，不知道你出去了。真的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会跟妈说的。你昨晚乖乖的待在厨房，因为昨天晚上下大雨了。你饿不饿？哥哥拿吃的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不饿。哥哥，我遇到春云阿姨了，她给我吃面，还唱歌哄我睡觉，真好。我真的好幸福，好快乐。我希望时间它一直停在昨天，可是我就睡着了。醒来以后我就很害怕。哥哥，要是我晚点睡，我就可以多听春雨阿姨的声音，多听一点点了。铁平，春云阿姨是你妈妈，没错，她就是你妈妈。你是应该回到她身边的。你回来做什么呢？要是你跟她在一起，我相信她会千方百计保护你的。你在想什么？别再想了吧。哥哥带你回家。走。
好这2天的生意没受什么影响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铁雄什么时候会再来闹事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嗯。怎么了，美君？累了吗？我想一会儿炖个汤给志强，你呢，帮我拿去给他吧。随便吧，怎么说都行。行，那你歇一会儿，我去炖汤。妈，我饿了，你要炖什么汤啊？志文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医院吗？医生说让你在医院多住几天呢。我在医院呢，一直想你做的菜，就受不了回来了。医生都说了，我的伤没什么大碍了，所以我就没有通知你们，自己跑回来了。你呀，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别再说了，到沙发那边坐一下，别伤到筋骨。等会儿，妈，我可不是空手回来的，我给你带了一份惊喜。你这孩子会给妈什么惊喜啊？没事了，我们到家了。春云，春云，我是舅舅，是你那个不成器的舅舅。舅舅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是志文通知我，把他找回来的。春云，姐姐，你不争气的弟弟回来了，我对不起你呀。当年都是我鬼迷心窍，才做出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才会害你枉死，害方家家破人亡，害春云受了那么多苦。我向你发誓，我再也不会做那些坏事了。我欠你们的，怎么还也还不清。我只有拿我的命来还啊！舅舅，起来吧。坐。舅舅，以前的事就不要再说了。志文这次让你回来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志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，你是我们的妈妈，那你的舅舅就是我们的舅公。我接流落在外的家人回家，难道不对吗？以后，你不要再说你是我后妈，说你不是方家的人这种话。你就是方家的家长，你是我们的妈妈。这些年，我知道，你一直挺挂念舅公的。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哪怕犯了再大的错，也是亲人。亲人在身边，那才有家的感觉。但是妈妈，舅公不是你一个人的亲人，也是我们的亲人。他一个人在外受了那么多苦，也算是还了以前的债了。以后啊，就不要再提那些往事了。大家一起开始新的生活。
一家人不就是应该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吗？志文，当初你最讨厌我，现在你却愿意接纳我，我真是……舅舅，那你说说，这些年来你是怎么过的？我当初出卖了你们，带着铁雄来方家放火、抢东西，后来铁雄也没放过我。他说，他最看不起像我这样出卖亲人的人。于是他把我打得半死，丢到山里。我不知道爬了多久，腿也被打断了。抓到草就吃，抓到虫也吃。后来，在荒山野岭上，伤口都溃烂化脓了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次，以为我真的就要这么死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的这条烂命竟然还没死掉，在鬼门关里转了几遭，我竟然活了过来。真的像人家说的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也许是老天爷看我就这么死了，太便宜我了。我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他要我再活在这个世上，再多受几年苦。唉，我在山里面过了一段野人的日子，幸亏后来有人上山看到我，给我衣服穿，给我东西吃，让我帮他们打杂换吃的。没人上山的时候，我就到乡下去干点零活。有事情做的时候，我就做；没事情做的时候，我就只好做乞丐，伸手要点吃的。这些年，我活得像堆烂草一样。没想到还能看见你们，真的像做梦一样。他半年前得了一场重病，在路边等死，也不知道已经躺了有几天了，就剩下一口气，全身上下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，冷冰冰的，身上还长了蛆。是兄弟们把他给救了，带到医院治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挽回这条命。兄弟问他从哪儿来的，他也说不清楚，只是迷迷糊糊的说什么厦门，什么方家，才打听出来的。要是妈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罪，她一定很难过。妈，舅公他也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才回到这个家的。我相信，舅公一定会痛改前非的。以后啊，咱们一起重新生活，好好生活，给舅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好吗？反正一切大哥说了算，我没意见。舅舅，这一次是志文给了你一个机会，才让你回到方家。我希望你别再做对不起方家的事，不然的话，我也没脸再留在方家了。我不会的，我再也不会了。我如果再做坏事，再偷
再骗我就不得好死。舅舅，你看这块布多适合你呀！啊，还有这个是你以前最喜欢的颜色了。哦，春云，真的不用了，不用为我花这么多钱了。舅舅，这些都是必需品嘛，用不着跟我省。再说你住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添置的。哦，春云，这些就已经够了，真的不用再花钱了，不要再花钱了。舅公，您就让我妈高兴高兴吧，她很少这么高兴的，您就随了我妈的意思吧。再说了，这些东西您都用得上，您就别客气了。我这些年就一件烂衣服在身上，连之前那只拐还是送给我的呢。我之前就一直靠着2只手在地上爬呀爬的。你们看，这茧子都已经磨得厚得像石头一样了。舅舅，你这是……哎，你别看呐，这2只手很有用的。我后来吃饭都是直接用手抓来吃的。所以现在你要我身上一时多出这么多新东西来，我真的不适应啊。好了，舅舅，那今天就做2套衣服吧，一会儿带你去理个发，弄得干净一点。老板，就这2块布，做好衣服之后给我送去方家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没事。